今天啊，我们在外面跟大家录一期王记拍案。本来这些天呢，在乌克兰采访期间，王记拍案呢基本没有怎么录，因为啊这些天基本是昼夜兼程到各个地方去采访，所以呢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像室内那样的地方录王记拍案基本不可能。后来啊，我们同事跟我讲，他说你也别在室内录了，您就走到哪儿录到哪儿，车里、火车上、旅途中，只要你有想法，你就录呗。现在在这种环境下，谁会在意你非得要搞一张桌子去拍案呢？我一想也是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也就是基本走到哪儿就录到哪儿，有一点感想就跟大家说一下。内容呢也不一定像过去王记拍案那么完整，可能就是我在前线采访过程中间的一些随想。但是这些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可能录下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呢，也有一定的价值。第聂伯罗河。Остров Хортица. 啊。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место. 啊，都行，哪个快去哪个呗，反正对吧Только мы эту реку ？2个多小时是不是？ грязной. 啊。几个小时5个小时，汽车还是火车？火车5个小时，那么长时间？那是你看看是几点的有屏？汽车5个小时啊？他们跟我们说就他们说只是2个小时啊。谁说的？张哲说的。我们今天录像的地方啊，是在第聂伯罗州的第聂伯罗市。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第聂伯罗河。这条河呢是乌克兰的母亲河，也是他们文化的发祥地。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河边呢到处都是休闲的这个乌克兰人。这里头现在也看不到什么战争的情景和场面。这个城市呢距离前线的各个地点比较近，但是战争呢本身的影子啊在这里头并不特别明显。我们了解到最近一场空袭大约发生在2周之前。除此之外呢，整个这个城市看起来啊，跟其他的城市都差不多，但是呢，它是通往前线各个城市的一个交通枢纽，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啊，去顿巴斯，去扎巴罗热，去尼古拉耶夫这些城市，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晚上都住在这个城市，白天到那些最前线的地方去采访，然后呢再回来，这样呢相对安全一些。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些什么话题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从苏梅市采访之后啊，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刚到乌克兰之后，第一站先去了苏梅市采访，回来之后呢，我们大概去了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呢是布查，布查呢是在基辅旁边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战争之后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很多俄罗斯的军队啊在这里屠杀了这个乌克兰的普通的市民。这个消息呢传到国内之后啊，很多国内的人都不相信，认为这个布查的大屠杀啊可能是一个谎言，是个传言。那么我们就想去布查这个地方调查一下这个大屠杀到底有没有发生，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就去了尼尔平还有博罗江卡。这2个地方呢国内的人多数也都知道，距离基辅也很近，这是当时基辅保卫战过程中间啊双方交战最激烈的地方。它离基辅呢就只有几十公里，很多城市的建筑啊都被破坏了，也死了不少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去了。另外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切尔诺贝利，这个呢我在推特上包括我们这个频道里头也发了照片，很多人都看到了。切尔诺贝利大家都知道了啊，它的4号机组在30多年前的是一场核试污的过程中间呢发生了爆炸，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核电站事故的灾难。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当时的苏联政府呢在这个石墨反应堆外面罩了一层水泥棺。多年之后呢，欧洲的其他国家政府就凑钱给乌克兰呢在外面呢又罩了一个钢罩子，可以保证几百年的安全。其他的机组啊，1、2、3号机组还在正常的发电。那么俄罗斯啊
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俄军也占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么究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很关心，为什么呢？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啊，一旦要是出事儿的话，那就不仅仅涉及到乌克兰的安全，它也涉及到整个欧洲的安全，甚至我们整个人类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呢，也是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情。除了这3个城市之外啊，我们在基辅呢也做了一些采访，主要是采访啊一些留学生、华侨，想跟他们了解啊当时啊中国大使馆组织他们撤侨的过程。为什么想了解这个内容呢？其实啊，我在采访苏梅的那些留学生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想搞清楚中国大使馆啊，为什么在开战的前4天，迟迟没有组织我们的华侨啊，去及时撤离。就我们了解的信息啊，在开战之前，很多国家已经把自己的华侨啊往外撤了。开战之前的1周，不停地在发警告，就往外撤离自己的侨民，但是中国大使馆一直都没有。不但没有呢，开战之后啊，好像也没有及时的组织大家去撤离。我们呢就很好奇，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中国大使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调查的一个内容。我也看到这些天啊，有人在我们这个节目啊下面发的一些评论，说啊，王局你做这些内容啊，都是一些陈旧性信息，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你到乌克兰，你做这些的报道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读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全都知道了。甚至我读中国的那些报道背后仔细看一看，也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你说你这个调查还有啥价值？我呢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通过中国媒体报道的背后啊，得出来的那个叫推论，不能叫结论，更不是调查的结论。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推论呢，能说服你自己，甚至也可以说服你的朋友，但是你能说服一些反对你的人吗？我觉得你很难说服。就比如说布查惨案，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布查这个地方发生了惨案，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乌克兰军队啊，他们自导自演。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有不少人相信这个结论，这个所谓的传言。那么如果我们去到布查，把这个事实的细节搞清楚，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那么它其实就不仅仅可以说服我们自己，也可以说服那些啊可能立场跟我们不一致的人，还包括撤侨。那么只要是搞清楚中国大使馆它真正在撤侨过程中间每一个时点做了什么，我认为啊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可以接受这个结论。有人说王军你到乌克兰采访啊是在黑中国，黑中国大使馆，包括我采访的过程中，有人认为我在引导采访对象。其实啊，我还真没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你看啊，我采访苏梅的留学生，包括我采访苏梅的那个军政首长，他在说中国大使馆主动跟他们联系，在3月8号组织学生撤离的时候，这些信息我们都放出来了。就是中国大使馆真正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隐瞒的把它披露出来的。而且这个信息啊，其实此前是没有任何媒体披露过的。那么只要是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隐瞒。如果我们真想黑中国大使馆，真想黑中国，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对他有利的信息都隐藏起来，只披露那些对他不利的信息，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就是想搞清楚事实，这些事实有的对中国大使馆有利，有的或许对他不利。如果我们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啊，但是从我来看，都一样。它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不是事实。因为啊，从我们海内外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在战争初期啊，第一时间把我们所有的华人华侨都撤走，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对吧？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你都应该希望我们的华人华侨尽早从一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撤走。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也不存在什么政治立场之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想探求原因。如果找到原因了，我们下次再有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吸取教训呢？我们呢，如果说要有动机，仅此而已，真的没有任何所谓的要黑中国大使馆的意思啊。
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中国大使馆，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解释这一切，我也非常高兴。如果要是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啊，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他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啊，能够解释他在撤侨过程中间的每一步。如果他能够讲出来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更欢迎，也会毫无保留的把这些报道出去。另外，我也想讲一下啊，这个我们跟那些西方主流媒体的那些大的新闻社啊比起来啊，我们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团队。前几天在独立广场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那些外国的新闻社，他们那个采访报道车啊，一个新闻社往往就有10几台，来的工作人员可能有几10个。那 CBS 的记者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去前线啊，他们开的车都是从德国专门开过来的，外面都有装甲，然后呢，整个团队呢也非常齐备。我们没法跟他们比，我们一共就这么4、5个人，然后呢，后方有一个剪辑师，所以说每一步都靠我们自己去往前闯。我们到博罗江卡，我们到不是博罗江卡，第聂伯罗，坐火车来的，到前线。基本上是搭人家志愿者的车往前走的，每一站之间都是靠我们自己硬闯往前走。我们跟这些大的新闻社从硬件上来讲，确实是没法比。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拍摄普通人。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能够上最前线去报道。我们这些天呢，也在不停的在跟军方联系。说起来有点不凑巧啊，其实军方有一个已经跟我们已经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了，但是由于前方军事啊形势变化太快，本来他们是在赫尔松的前线，但是呢，等他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从赫尔松前线撤了下来，撤到后方几百公里的地方了。我们又觉得采访价值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啊，应该说我们跟这些大的新闻社比起来，确实呢，硬件条件差别很大。我们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可能和很多人的期望之间还是有蛮大的落差。但是呢，我想说一点，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啊，也给大家报道一些前线的情况。我们在做完所有的这些我今天说的内容之后，就来到了第聂伯罗。从第聂伯罗通往顿巴斯，通往扎巴罗热，通往尼古拉耶夫，这些地方都是现在乌克兰战场中间最前沿的城市，最前沿的地区。关于这部分内容呢，咱们明天后天再接着跟大家聊。好，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前面那钢罩子呢，就是切尔诺贝利的4号机组，当时被俄军占领的整个区域的一部分。这边呢，大家看就是那停产的第5号机组。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这第5号机组正在建。后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以后呢，这第5号机组呢也停建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建筑工地的状态。整个这个区域在这次战争过程中都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1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到4月初，他们才从这里撤退。哎。但是你们能踩那他可以带我们去那个小树林里俄军驻扎的地方看看吧？不能去啊！这都能看得见，你站在这点儿吃饭。Як вороги кляті, нас на кіл саджали, як живцем палили, у смолі пекли. Козаки у ката, життя не блага.